TikTok 可以成为美国不少用户小企业的经商工具，甚至不少创作人以该平台为生。TikTok 目前在美已拥有超1.5亿月活跃用户，几乎占美国人口的一半。本周，美高层再度展开行动，可能禁用 TikTok， 引发美国用户忧虑。目前，美国众议院正在推动法案，赋予拜登封禁 TikTok 的权利。而美媒也透露，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股份，这也是拜登政府首次用实施禁令威胁 TikTok。在美国会针对 TikTok 听证会开始前一天，数十名青少年、教师和企业代表在国会山庄外集会，表达反对意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表示，中方将坚决反对强制要求出售 TikTok。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将于当地时间3月23号举行听证会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作为唯一证人出席本场听证会。他在提前发布的书面证词中表示，封禁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过 TikTok 分享数据，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不由任何政府或国家实体所有或控制。就在出席听证会前夕，周受资以美国国会大厦为背景，通过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公布现在 TikTok 的美国月活跃用户已经达到1.5亿，这个数据在2020年时还是1亿。Now this comes at a pivotal moment for us. Some politicians have started talking about banning TikTok. Now this could take TikTok away from all 150 million of you.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what you want y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o know about what you love about TikTok.当地时间22号，一批在 TikTok 上拥有影响力的博主聚集在美国会山庄外，反对拜登政府针对 TikTok 的行为。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也在现场，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要对 TikTok 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We can keep TikTok, we could protect freedom of speech, and we could deal with the privacy concerns at the same time. We could do both. TikTok has given me and countless others like m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our talents and make a living doing what we love. So I urge you to consider the impact that banning TikTok could have on people like me. 围绕 TikTok 的博弈始于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禁止 TikTok， 除非字节跳动将其股份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当时 TikTok 曾尝试和沃尔玛以及甲骨文达成出售交易，但最终这一计划被搁置。2年多来 ，TikTok 一直在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可能允许该应用程序继续在美国市场运营的协议，包括将美国用户数据转移到甲骨文公司服务器上的德克萨斯计划。不过，谈判一直没有具体的成果。去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美国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法案，后又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草案，授权拜登与美国全面禁用 TikTok。到了3月中旬， TikTok 方面证实，美国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股份，否则将全面封禁 TikTok。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3月23号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视产品和服务本身，仅从外国投资者的身份出发，强制要求出售 TikTok， 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赴美投资信心。如果该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中国政府将依法做出决定。我在今天商务部例行记者会现场和外国记者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人也使用 TikTok。对于美国政府假借国家安全名义，试图用政治手段打压 TikTok，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也再次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表示如果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除了在 TikTok 问题上围追堵截，近期美国商务部还在进一步细化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涉华条款，在527亿美元的芯片补贴流程中增加国家安全保护条款，限制受惠芯片厂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增产和科研合作。条款规定，受惠芯片厂不得使用其他国家的资金支持，在接受美国政府补贴10年内，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投资将被严格限制。限制在引起国家安全担忧的技术和产品上，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Th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manufacturing sparked by this law will enable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the technological superpower
securing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在成熟制程芯片生产领域，条款限制受惠芯片厂大幅翻新在华现有芯片设施，限制在现有设施上新增一条产线或者增加10%以上的产能，而对先进制程芯片增产的要求更高，禁止在中国等国显著扩建或新建现有的先进制程芯片生产设施。若投资超10万美元或产能增加超5%，美国商务部有权收回对芯片厂的补贴。目前，美国国家安全保护条款正在征求意见中。洛杉矶时报称，新的限制规则如果通过，将给头部企业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都在中国开展相关业务。彭博社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拟议的规则限制了制造扩张，但如果公司从商务部获得出口管制许可证，那么资金接受者仍然可以对现有设施进行技术升级，以生产更先进的半导体。据悉，美国商务部芯片项目办公室高级官员将前往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韩国政府已表态称，对新的限制规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韩方认为，这避免了最恶劣的情况。韩国企业不仅可以维持和部分增设正在中国运营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还可以进行技术升级。不过，韩联社分析称，虽然韩国半导体企业此次避免了最坏情况，但美国对华半导体等高科技遏制仍在紧锣密鼓进行。目前，韩国半导体企业在美投资设立的工厂即将获得美国政府的资金，未来美国随时可能拿这个说事儿。外界还注意到，不少美国芯片提供商也在寻求对华合作的新方式，以避免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3月22号，在美国英伟达公司举办的年度 GTC 开发者大会上，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发表了名为“切勿错过 AI 的决定性时刻”的演讲。黄仁勋表示，在中国，我们有特别定制的 Ampere 和 Hopper 芯片，这些会通过中国云提供商，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企业提供落地的能力。我完全相信他们有能力去提供顶级的系统服务。对于中国初创公司，一定会有机会来开发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中国实际上是全球这个最大的芯片的这个消费市场，也是了这个新兴的这个芯片的它的这个研发的重要力量。那对这样一个对中国这个先进芯片的这个生产和研发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个禁令和相关的限制措施，那实际上一方面就会对这个日本、对韩国、对荷兰他们相关的这个芯片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他们的这个中国市场会造成了巨大的这个打击。那实际上反过来会影响到他们企业的这个利润，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这个今后的这个研发方面的这个投入。那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会扰乱全球的这个芯片的供应链的这个安全。这个阻扰了正常的这个市场这个交流，实际上对这个从全球角度来看，对这个芯片生产的供应链会造成这个损害和冲击。另一方面，美国白宫透露消息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对中国进行访问，这并不是美方就相关人士访华首次放风。有观察指，美方迫切想与中方沟通，原因之一在于美债第2大持有国中国已连续多个月减持美债。香港南华早报3月16号的文章援引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去年12月的8671亿美元降至8594亿美元，连续第6个月下降，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美联储大放水带来高通胀后，美国货币政策的急速转向引发一连串新风险。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表面上是流动性出现问题导致挤兑被迫破产，背后与其所持有庞大美债资产价值减损有关。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当前有186家银行存在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相关事件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号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当今世界全球金融系统高度关联，美国的银行出现问题，绝不是美一家之事。美国硅谷银行事件已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我们希望美方增强透明度，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把风险到底有多大，后续如何处置，外溢影响如何最小化等一系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讲清楚。
这是美方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汪文斌表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应只锚定国内经济调控目标，要谨慎评估其负面外溢效应。我们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切实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避免激进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面外溢影响，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我们也敦促有关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好包括各国储户在内的所有客户的资金安全。中方愿同其他经济体一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所谓芯片投资护栏规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炮轰护栏规定是彻头彻尾的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行径。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两会期间呢，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段深刻阐释啊，被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呢是持续在解读。过去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尤其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天啊，《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元首访俄，也特别引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叫白明，他的一个分析，就说中国元首就是在用全方位的遏制来概括美方放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削弱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努力。事实上呢，如果对照验证本届拜登政府他的所作所为，美方对华全面围堵、遏制和打压，主要呢就发生在这2个领域，也就是军事安全以及以芯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后者呢，被美国舆论广泛称之为 chip war， 也就是所谓的芯片战。同样要指出的是，美方打芯片战，它是既定的国家战略，是全政府的系统行迹，是所谓对华强势竞争的主场域。那么从去年拜登签字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划500多亿美元投向芯片产业的这个政府专项基金，那么到商务部长雷蒙多这个月初密集见记者发布所谓的美国芯片计划的实施细节，到最新公布的护栏规定，那么都意味着美方对华芯片战它的延续、它的深化推进。如果说美国芯片计划是规范政府专项扶持基金怎么花、如何来分，那么最新的护栏规定就是更加明确的指向中方的所谓的基金限制。但是呢，也正是对美方限制的不同预期，那么对所谓护栏规定它的外部反应，其实啊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玩味的。那么在您看来，对美方芯片投资护栏规定的外部反应有哪些值得玩味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美方所谓芯片业的这个所谓的投资护栏，包括美方自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以来的一系列的布局与操弄，它的本质就是要搞产业霸凌与围堵。护栏正是这样的美式产业霸凌的工具。但是呢，也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所犀利告诫的，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那么美方瞄准中国的单向打压与封堵，搞所谓的产业霸凌与围堵，无差别加害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甚至呢，最终连美国自身都难逃其害。韩国它不是美国构筑的所谓芯片产业联盟的核心成员吗？韩国也不是美方在亚太的主要盟国吗？但是呢，在美方护栏规定出来之后，路透社周二晚间发自首尔的电稿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Chip plants in China won't be forced to shut if firms receiving U.S. funding, says South Korea。韩国说，韩企如果接受美方的产业扶持基金，将不会被迫关闭在华的投资企业。那么韩国贸易部啊，周二就发布声明称，研判护栏规定看来不会导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关闭或者是被迫转移。那么韩方呢，会继续就相关的事态来向美方沟通。事实上，自美方打响所谓对华芯片战以来，在华早有投资的三星与海力士公司一直在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备受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两家企业甚至被迫论证关闭或者是转让在华投资项目的这种可能性。说起来都是泪。美方的最新细化规定出来之后，韩国芯片业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呢，尽管在华扩提产能会受到限制，但是呢，被迫关门转让的这个最坏的状况与风险，至少是暂时性的化解了。那么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被美产业与技术霸权来霸凌、来碾压的真实的悲哀。哪怕你被称作是盟友或者是伙伴，其实你也根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当然了，如果联系到此前被媒体踢爆的美方所谓台积电应急毁灭计划，大概三星、海力士们他们就更加不敢抱任何的幻想了。难怪台积电面对路透社查询时会三缄其口，拒绝就所谓的护栏规定来发声作评。要知道，它可是美方所谓毁灭计划的头号目标。但是呢，蔡省长竟然还是要给这一计划的美方鼓吹者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奥布里恩所谓颁奖授勋。难怪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要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怒斥民进党当局给鼓吹毁台计划的人授勋，只能表明他们嘴上说的爱台是假，卖台才是真。汪文斌也强调，中方将继续维护中企合法权益。您对此有何前瞻？Guardrail 也就是护栏这个提法呢，其实来自拜登本人，他声称要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加装护栏。但对此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两会记者会上曾有特别犀利的、强有力的反驳，美方所谓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呢，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这办不到。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那么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会陷入到冲突对抗的局面。美方搞芯片投资的护栏，其实呢是在扭曲偷换所谓护栏的本意，在产业、资本、技术乃至人力的高度全球化的芯片领域，美式的产业霸凌与围堵，注定是难走通、行不远的。事实上呢，一家总部设在深圳的中国产业领军者，已经用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对秦刚的强力告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发展佐证。华为公司堪称是美国对华芯片战、科技战的头号产业目标。但是呢，前几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一段讲话，全网刷屏，全球侧目。尽管面对着美国不惜代价、毫无底线的极限围堵，但是呢，华为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13000多颗器件的替代开发。4000多块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用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前2天在一次内部授旗会议上的说法，华为呢也已经突破乌江天险，实现战略突围，彻底摆脱了对西方工具的依赖。那么面对美方的围堵打压，华为突围成功，一骑绝尘，瞄准这个高质量发展、科技自主的大国产业界，实现整体的突破、全面跨越，一定也是可以预见的光明未来。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22号，瑞典议会投票批准政府关于瑞典加入北约的提案。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扩员道路又推进一步。在俄乌冲突最前方，西方也仍在输送武器，拱火战争。英国国防部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药中将包含贫铀穿甲弹，引发国际社会高度担忧。贫铀穿甲弹危害几何？为何英方不顾国际舆论，执意如此？贫铀弹输入乌克兰将打开怎样的潘多拉魔盒？当地时间22号，瑞典议会以269票赞成、37票反对、43名议员缺席的结果通过加入北约的议案。去年5月，瑞典和邻国芬兰同时申请加入北约。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然而，土耳其和匈牙利至今仍未同意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称只会批准芬兰的申请，并指责瑞典一直未能按土耳其要求引渡120名恐怖分子。法新社报道，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上周表示，匈牙利将于3月27号就芬兰加入北约申请进行投票。美国和北约方面则是加大施压，威胁称如果芬兰、瑞典无法尽早加入，后果将不堪设想。
芬兰、瑞典一旦加入北约，将让俄罗斯失去了原本对抗北约的缓冲地带，对俄罗斯极为不利。芬兰的加入让北约与俄罗斯的接壤边境再增加1300公里，俄罗斯的边境防御负担将持续增加。瑞典又与芬兰连成对波罗的海的控制，俄罗斯在海岸线与陆路都将处于北约的包围之中。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仍向乌克兰源源不断提供军援。英国国防部官员21号表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配套弹药中将包含平油穿甲弹。此举遭到俄罗斯方面强烈批评。消息一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便发出了警告。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回应称，英国的这个决定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爆发潜在核冲突又进了一步。国际社会也对英方此举表示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英国此举将造成严重后果。You'll have seen the concerns we've expressed over the years about any use of depleted uranium, given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usage, and those would apply to anyone who provides such armaments. We have made clear, including through our Office of Disarmament Affairs, concerns about any use of depleted uranium anywhere. 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于贫铀如此警惕，在于该物质曾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贫铀是致癌物质，具有化学性和放射性毒性。在弹药爆炸后，贫化铀剧烈燃烧，氧化铀和贫化铀颗粒会悄无声息地进入人体，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的方式，对人体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爆炸后产生的粉尘还可能被风带到他处，污染水和农业。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呼吁禁用贫铀武器，不过美国及北约却多次使用贫铀弹，并对当地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Since the Gulf War in 1991, when DU was used, after 3, 4, 5 years, children particularly began to show the early vulnerability. And leukemia, I think, for children was the most common form.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脏弹。脏弹的概念是什么？是具有一定的放射性。贫铀本身是一个新的材料，但是由于它具有一定的放射性，就导致将会对人体的健康、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包括你像贫铀弹药以及穿甲弹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将会由于动能所产生高温。这个高温的话，将会把贫铀相关的物质形成气化、形成雾化，那么对人体、对整个环境会带来比较大的污染。所以贫铀穿甲弹的使用也会给乌克兰某些地域，包括对俄罗斯的老百姓、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乌克兰的军队都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呢，归根到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而且是持续性的。俄方的警告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并未阻挡英国提供武器的脚步，并且多次为贫铀弹开脱。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坚称，英国没有进行核升级，贫铀弹对俄罗斯没有威胁，这纯粹是为了帮乌克兰自卫。英国国防部指责俄方故意散布虚假消息，并否认贫铀弹同核武器和核能存在任何关系。美方此前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贫铀弹药，不过外界担忧，一旦英方打开提供贫铀穿甲弹和贫铀装甲的潘多拉魔盒，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的坦克也可能会配备这些贻害无穷的武器。不过，分析人士注意到，英国如此着急输送贫铀弹，一方面在于挑战者2可能存在火力无能的问题，另一方面 JPL-23A1 贫铀穿甲弹可能快过期了，以元武之名行销毁临街武器之实，可能是英方背后的盘算。既然要支持乌克兰的话，就应该拿出自己最有力的武器装备，而且你像挑战者2主战坦克本身并不是个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要是在俄乌军事冲突里面折戟沉沙的话，对英国的军火出口不会带来丝毫的好处。所以它所配套的弹药能够以最优质的弹药，或者说最强力的弹药来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利用挑战者2坦克取得在战场上的优势，这个更加符合英国的实际需要。同样另有盘算的还有美国，近期美方放出消息称，将提前向乌克兰交付一批主战坦克，但美国这次不再提供之前承诺的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而是翻新后的 M1A1 版本。交付坦克的时间虽然提前了，性能却大打折扣。外界戏称，两者性能的差距就像老式转盘电话和智能手机的差别。
你像最新的坦克是 M1A3 系列，他并不打算把这些坦克提供给乌克兰军队，反而呢是要把最老旧一批，这老旧一批的话，技术状态是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主战坦克这个东西价值不菲，哪怕是二手的，哪怕是老旧的装备，至少也在几百万美元的这个价值，用自己所谓提供坦克的借口，逼着德国、英国来提供坦克。所以西方国家把乌克兰当成代理人，希望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最终拖垮俄罗斯，这才是他的目的，而自己又希望以最小的代价。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是做到的。3月23号，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对此表示，已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呼吁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侵权挑衅行动。而就在本周，中菲副外长正在菲律宾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美方选择此时闯入中国领海，是否意在搅局？此前，菲方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美菲军演也频密展开。未来美国还会有哪些动作？来看看报道。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3月23号，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分析指出，美方舰艇闯入的时机也颇为微妙。3月22号至24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前往菲律宾，与菲副外长拉扎罗共同主持第23次中菲外交磋商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7次会议。这是时隔3年，双方外交部门长官首次面对面举行双边磋商。3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双方将就两国元首今年1月马克思总统访华期间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重点领域合作全面对表，就妥善处理涉海分歧，推进海上务实合作深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间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侵权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今年2月2号，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国防部就发布联合声明称，菲方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菲律宾总统马克思3月22号表示，根据美菲两国于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他将很快正式宣布这4个军事基地的地点位置。这些基地将分散在菲律宾全国各地。法新社报道猜测，其中2处新增基地将位于菲北部卡加延省，距离中国的台湾岛不到400公里。而路透社的报道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已要求进入菲律宾伊莎贝拉省、赞巴莱斯省和卡加延省的基地。这些地方都位于吕宋岛，除了靠近台湾之外，还靠近中国的南沙群岛。根据美菲两国于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被允许进入菲律宾的5个军事基地，加上此次开放的4个军事基地，美军在菲律宾将会拥有9个军事基地。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已经被允许在菲律宾的5个军事基地预先部署装备，建造飞机跑道、燃料库以及军事宿舍等基础设施，但是并没有被允许在菲律宾常驻军队。实际上，在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过程当中，美国实际上是改变了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在迅速的在加强和菲律宾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小马克思上台之后，他们认为实际上重新恢复美菲关系，到了更好的时机。有些这个舆论更多的认为是，美国试图绑架菲律宾，一方面是通过炒作这个南海问题，使它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合法化；另一方面，通过上是利用菲律宾这种基地，加强对台海地区的这个前沿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有可能把菲律宾拖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些
军事冲突当中。菲总统马克思过去曾表示过，他预计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将加强，但排除了重启美军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的前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他还明确指出，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设有军事基地是违反菲律宾宪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表示，菲律宾一方面在军事上依靠美国，但同时还是想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一定限度的磋商机制，但菲律宾选择这种走钢丝的做法，究竟能走多远，仍然存疑。小马克思政府呢上台之后，我觉得向亲美的这个纬度倾斜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尽管他强调这个军事基地并不是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但新增的这些军事基地实际上是有助于美菲加强军事这个关系。那么，由于他这个选择地点的敏感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中菲关系的一个不稳定性。从菲律宾整体的国家利益来看，菲律宾国内实际上现在对于经济建设的需求仍然非常大，在这种农业发展啊、能源啊，包括一些绿色啊、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对于基建、对于中国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菲律宾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大国平衡吧，就安全上来依靠美国，但是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加强一些合作。在3月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此事回应表示，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美方出于一己私利，抱持零和思维，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是在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果汁利用。所罗门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政府与一家中国企业3月21号签署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为该国升级新建港口。不过，这却引发澳大利亚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称，澳政府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事态发展。与此同时，澳总理宣布与美英共同研发并部署核动力潜艇，引发澳大利亚国内一连串的批评声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英澳搞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极力推进核潜艇合作，并胁迫国际原子能机构背书，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所罗门新报报道，所罗门群岛政府3月21号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为该国升级新建港口。而此次港口重建是亚洲开发银行资助，总值1.7亿美元道路与码头升级项目的一部分。据悉，中土集团将负责翻修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同名国际港口，并在该国中部和东南部另外新建2个国内港口，一个位于马基拉乌拉瓦省首府基拉基拉市，另一个在伦贝尔省阿汉加市。2021年7月，亚洲开发银行为所罗门群岛政府筹措1.7亿美元，落实海陆连接项目，以改善所国内交通网络的连通效率和抗灾能力。中土集团此次中标的是该项目的第2阶段标案。岛屿太阳报2月报道，第1阶段道路部分标案也在去年5月由中土集团通过国际招标程序拿下。标案包括修缮一段约5公里4车道公路以及约30公里的双车道公路，工程还涉及改善道路排水系统、铺设更持久的沥青路面等。所方此前表示，海陆连接项目一旦完成，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安全且可持续的运输系统，全面提高所人民的整体福利。2019年，所现任总理索加瓦雷上台后，与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据中国驻所使馆，所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建交太平洋岛国中的第2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第1大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中土集团还承建了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馆，这是中所建交后双方合作实施的首个大型成套援助项目。中国在与南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时候，坚持以地区需求为导向，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民生，提升了基础设施的一个水平，得到地区国家的一个广泛拥护。这也是
中国和南太地区国家成熟稳定的一个重要体现，显示双方关系不受外来干扰的一个重要体现。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把南太平洋多个岛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一直把澳大利亚当成自己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堡垒。而所罗门群岛介于澳大利亚与夏威夷群岛之间，堪称是澳大利亚门户，这让他们无法容忍南太岛国基于自身利益、独立自主地与中国发展互利共赢关系。对于中所这样一项有利民生的项目，却被一些媒体炒作港口扩建将方便中国海军进驻。所罗门群岛基础设施发展部官员麦克卡卡拉3月22号驳斥，港口不会进行扩建。路透社称，中所去年达成了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发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对中国在该地区建立所谓海军基地雄心的担忧。尽管中所两国都否认该安全协议允许中国在当地建立海军基地，但美国却依然加大了在当地的存在。今年2月，美国重启了1993年关闭的位于所罗门的美国大使馆。3月21号，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访问了霍尼亚拉，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进行交谈。值得警惕的是，在美国拉拢下，美英澳日前正式宣布共同研发并部署核动力潜艇。美国将在2030年代向澳大利亚提供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澳大利亚后续还能追加2艘的订单。美英澳3国还将联合研制新型核潜艇，由澳大利亚建造8艘，其中5艘预计在2050年代中期交付，剩余3艘在2060年代交付。为了这笔核潜艇交易，澳大利亚需要在未来30年内投资3680亿澳元，以及为美国核潜艇部队长期在澳驻泊建造基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充分反映出3国蔑视国际规则的霸道做法。3国合作造成无核武器区国家大量武器及核材料游离于国际保障监督体系之外，明显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制造恶劣先例，势必引发其他国家效尤，也将对地区核热点问题的解决带来消极影响，最终可能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坍塌，其后果必将反噬3国自身。中方敦促美英澳切实履行国际义务，改弦更张，不要打开核扩散的潘朵拉魔盒。我们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切实承担起防扩散的职责，不要为美英澳核扩散行为背书。